就是他越南女朋友对，叫他把佛牌丢掉，对，他就整包就包往大海抛出去。是说那个越南的吓他降头，他原本是正常的，然后那时候我见到那个当事人，他是完全没办法讲话的，他想讲话他是而且他说他吃饭就好像在吃头发这样。欢迎回到零度空间。我们今天在九河泰蜜丽，泰蜜丽的老板阿豪哥，欢迎你。谢谢你请我们来你的店呀。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有很多尊，我不可以说全部都是我们称之叫古巴阿詹。古巴阿詹，对，可以解释一下，就是众神的意思。众神，对，泰国叫众神的意思，就比较简单称呼，因为每个师傅的法相都有自己的名，他们自己的名，然后基本上我们整个神坛我们称为叫古巴阿詹这样。古巴这就是整体就可以这样子称呼他们。整体对。也是很有趣耶，就是刚才来的时候对吗？我看到这尊，我就问阿豪这个，对我就问他这个，因为我看了，我觉得不像和尚，也不像神他就解释，其实这个还在世。对，就阿詹，我们叫阿詹姐，他是阿詹空德，也就是我们现在也算我们店上最红的一位大师傅，因为很多客人收藏了他的生活，就是 feedback 都很好，没有就是没有不好的讲，都是好的。他们收藏的主要是什么？带牌子。因为这一位师傅他精通柬埔寨、辽国、泰国，还有缅甸，他的这些法脉传承他很厉害，对，就是专门他在帮人家。拉萨多，也就是说，你看过师傅，他可以为一个信众诵经诵3个月嘛，不可以断哦。就是怎样讲，就是坐在那里，就是每一天晚上都必须要拿着信众的照片、名字那些，就是诵经，因为他们泰国称为叫 V 茶也就是法脉。那这个法脉就是要因为在泰国偏僻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医生医疗一定不先进的，那他们就是靠这些法脉传承来去医治。甚至就是上山采一些药，那他们称为叫能丸，也就是丸料，来去做药或者是做油给他们去推，然后或者是诵经帮助他们，就是运势啊，身体提升好。对，对，有些人不相信，但是在泰国真的有师傅念的，那个原本在医院很辛苦，然后念了没念起来。哇，有时真的是解释不了。对，因为我亲自问过师傅，因为师傅说要连续练3个月，一天都不能断，一断重新来过。不是3个月持续，不是24小时还是什么？不到24小时，就是每一天可能7、8点的时候，对，每一天早上要念很多吗？还是基本上这位师傅可以说是很厉害，他都早晚都在念的，而且他本身也是患有癌症20年，然后没有化疗。他就靠打坐、禅定、禅修来维持他的生命到现在。哇，20年了！20年，哇哦，对，很厉害。Sounds like 一个奇迹哦。对，很厉害，是真的。因为我们很相信，所以他也帮助了我们很多，所以我们很相信。刚才也了解到，他其实是你的师父，对吗？也就是我的阿詹带他们去洗法，然后我跟着去了解这位师父。那这位师父本身也是教了我们2段经文，然后我们的客户还有我自己本身用的也不错。就是脾气不好，你试过脾气不好的人带他的牌，带了会变好啊？是吗？真的不是我讲的，台湾口罩业大老板，口罩业算老大的，这样我要给我的朋友等一下，你说他叫你念了2段经文，然后他教我2段经文，但是我有分享1段出来给大家去使用，就是你早上睡醒可以照在你的床上心默念9次，晚上睡觉也可以闭上眼睛心默念，然后你会自然的睡着。可以把你的脾气，那个叫伦塔南，也就是他抄这一小段经文，他还有更长啦，他只是给我们短的，给我们多了，说我们很有文的，很有福报的意思啊。然后念了会转你的那个气啊，我们叫魁，对，因为
我们叫金木水火土嘛，他们是踏南、踏林、踏歪、踏龙，就是火，它的是水，踏南就是水。水练的时候，你整个人脾气就磁场变冷。对，这不是我讲哦，我的大众客户都说很有趣。那你本身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嘛？算，但是我带他的牌真的有变。你自己也知道，你自己有改变到。对我那个讲，台湾那个口罩业大老板老大，他都带，还有我的朋友。是要念和带那个佛牌，还是不用念可以带就会慢慢带也可以，因为他那念也可以。他的自身，他的头帮自身后面就是那个叫 money chop， 也就是帮助这个运气这个气的降你的脾气的，改善很多。但你念的话更厉害。念了你运好啊。你运好，你不想运好吗？对啊，每个人都想运好。对你运好，灭大人员就来做事，就顺利，钱就收啊。本来就这样。对。那我想问，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对这些是佛牌吗？还是护身符？还是护身符？这种我们带身上叫护身符啦，佛牌我们称为叫佛牌。但你讲华人道教的角度来，我们叫护身符。OK。对。那通常我们泰国的就算是道教还是都有的？泰国自己本身其实都有道教，大家都不懂。他们在南部，其实他们在南部的泰国人拜的得柱，我们叫得柱，他们拜的比我们还要凶，拜的比我们还要夸张。对，你如果有去柬埔寨啊，你去哪里看？你看他们在拜那华人的得柱公，我们拜的那五方五土，他们拜的比我们还要厉害，还舍得。对，我们华人真的不如他们，我讲真的。那你是几岁就开始？接触这个，其实我是15岁接触这个，是我父亲带我去的。OK。带你去泰国？没有，去这边的佛牌店，然后有师傅来，然后纹身。那时候我还小不懂，就看到一个哈鲁曼，就是8臂哈鲁曼，我很喜欢那个发型，8只手。那时候15岁就纹了后面人生第一副纹身，对，而且还是用长针传统的大针。那些很痛对，那时候痛了6个小时。你几岁？那时候15岁你就要做，你就已经去纹，这样子算一个缘分嘛？可以这样讲，因为那时候真的不懂，然后也不懂他们叫什么，我们只是知道大针的 kim， 长大的时候才懂叫 kim 牌，我那个很痛因为他们是铁杵磨成针，然后他们来这样子刺在我们身上，对，他们纹出来是凯巴一点，对，用来打在身上。所以你全家人也是，就是应该说，我自己本身有一段时间，我家里人接触一段时间，然后又没有再拜的，然后我父亲就全部送给人家，然后我自己也是有一段时间真的不相信，因为19岁吧，那时候做东西真的很不顺，然后一夜之间就塌下来，然后真的没办法接受，我就不相信。后面过后就也没有信奉，没有任何的信仰。有人家问我拜什么，拜火星。什么都不拜火星，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傲气，为什么？诚心，你又不是说我们没有诚心，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没办法接受吧，对。然后人家问那时候到25岁，我才慢慢的开始再拜回去，然后开始慢慢再上来，还算是运慢慢比较好。那我的起步应该说从30岁起步吧，对，30岁才慢慢的走到现在这样子。我当初是真的心态很不好。我觉得为什么会塌下来？那时候我就才去兰嘎威有一间龙婆坤的寺庙，就从那边开始慢慢拜，然后再慢慢信仰，然后再到新加坡工作，然后再慢慢从接触开始创办这个泰米利的品牌，然后走到现在。哇，对，差不多8-9年有了，差不多8-9年。8-9年也蛮久了，对。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对吗？豪哥在 TikTok 他的泰米利分享，就是很像佛牌。还是就是带什么？对你自己对应该有好处。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对，因为有些是遇到感情，有些是遇到夫妻，有些是执着在感情，甚至有些是工作运势的东西。是对，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客人的问题，就是以心中的问题来去解决他的问题会比较好，而不是说你看网络上写说我缺财我就去找偏财，不是这样子。对，每次都是这样子。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也是来，最近我想运气很不好要去买点佛牌来带，就会讲这种东西。不过基本讲，如果你真的运气不好，你真的感觉你磁场不好，在泰国最好方式是什么？去找和尚冲花水净化。冲花水，我看过，是不是要穿白色衣服的去？那个叫阿占。那你们像新加坡 Bukit Merah 应该有那个寺庙，你们可以去做3个塔，那个也是要净化，那种檀木也会帮你的磁场。但是如果他那边的寺庙住持愿意跟你冲花水，
他们叫安南门哈，那个对你们更好，因为冲完过后你整个人就真的精神了，真的松很多，你的什么压力都没有。不相信你去试看一下，你可以去试看，我骗你，你去试看就好。对，在泰国基本上哈，一个人我建议啦3次最少1年3次冲花水净化。对，因为在泰国他们冲花水分为基本最 normal 两种，就是一个是 Sedokot， 一个是托拉尼山。所谓的 Sedokot 的意思就是说你运势很低，而且你那年的命格运不好，你就要 Sedokot， 因为你做什么你都做不起。他们叫贪坤坤麦克，你怎么努力爬你都爬不起来。他们叫贪坤坤麦克，就是说你怎么做，我付出的为什么做不起来？那个就是你可能犯到我们华人讲的太岁，他们泰国叫犯拉胡。拉胡天神，Tap 拉胡就是一个黑色的拉胡，然后在做地球的，对，他们有时候你们叫什么那个月亮什么月亮那个盖起来，eclipse 对啊，他们有拉胡，我们华人叫太岁啦，他们泰国叫拉胡天神，那个就是12生肖里面的，对，运嘛会转，对，然后他们基本上都会给和尚或者阿赞去冲这个冲花水Sedokot。托拉尼山的话，可能就是有时候我们跟长辈讲话不礼貌啊，踩到不好人带佛牌弄到不好，甚至有些人带了佛牌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比方行房这样子，对啊，然后这叫托拉尼山啊，冲花水就基本上先2种，然后甚至再来就是法脉传承，基本上你都去找和尚冲，你试看你就懂了。OK， 冲完净化了，整个人松很多，真的松很多。你本身1年都会去3次？泰国我一次去就五趟都冲掉了，我去每个师傅来给我冲。你就一定会去，对，因为不一样啊，每个师傅冲的他们练的不一样啊。上次我去那个铁须和尚的那个那个练了很久了，坐在那边坐到腰骨痛，这个是要问他们叫他们来帮你冲的吗？对，如果你在泰国你有认识的话，去跟他讲嘛，龙婆ขออาน้ำมนต์ได้ไหม？ขออาน้ำมนต์就是问他帮我冲花水可以吗？基本上都不会拒绝了。因为我有去过泰国，就是前年我去泰国，但你不要去那种有名的庙。我不懂是不是有名的啦，可是因为我是一天我们去不懂9还是12个不同的庙，去9间是最好，9间最好，走9间最好。对，如果你真的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贪温，也就是想去布施嘛，你去9间寺庙，然后9间寺庙一天去完，然后一天，因为我自己师父龙普哥也是会去，我也跟过他去，就是开车一大班10多20台车这样子去布施，9泰国列告是蒙坤，9是吉祥的意思。所以他们会去9间寺庙布施啊。你7间庙100、200、500这些都是不来的，只是那个钱是你诚心，就是信女今天来，你要诚心讲，因为有些人去钱丢了走我给了对啊，我今天做善事，他就是这样子想法，他就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你今天去，你看信女今天来这边请求就是希望事业这些顺利，但是很多人不是你不要去求我想要中马票中100万200万，我再来回向你18千，那个一定死。OK， 我没有拜这种为什么你这样一定死？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最 common 的，人家最常就是求这种东西啊。就讲给我一个有中马票中了，我一定会回来请跳舞这些。这样的意思就是等到你中马票，我才有18千拿。对，那不对啊，这样我给你干嘛中？我不会给我自己中。我是觉得是心态的东西，心态的。不过我相信求财的真的是占最大众的，对不对？对，最大众。所以那你有没有说很像，如果真正想要求财，他们应该怎样？我觉得你这布施嘛，如果你是真的，你讲你偶尔小玩，你讲去9间庙，你布施信你什么，希望工作事业顺利偶尔来点小财，对不对？那不用紧啊。有些人不是我店有信众来，豪哥，我来这边跟你的四面神求一下，如果他没给我中一下我明天可以买1栋房，我来还愿这样我被自己中个好买1栋房，我干嘛还给你去拜，对不对？这个就是我讲的心态。有些人是 over 就不要太过，对啊，太过 over 了，我觉得。对，因为他讨的东西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马上给了。对啊，所以我说的信仰是信仰，但是信仰不是让你去迷。对，信仰一些迷你就完蛋，你就整个人你就会被网络上一些就是这个好 good 每个买哇，带你去的对，买到哪里那就是太多了，人财两空。对，我有看过人家来，就是家里有很多，就是讲这个是事业的，这个是人缘的，这是偏财的什么，然后
全部带在那种，有看过那些真的是带很多的，你觉得需要吗？有需要吗？我自己会带吗？会，我是带一些比较收藏的。但你说像他们有些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想要求财嘛，这个直播主不错，他讲招财很厉害，我们来试看，他就累积了一大堆，甚至很多浮片，关键人缘油，而且女生啊、男生啊，他就希望桃花多点啊，每天买黑油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油，对不对？但甚至有些里面是沙拉油，你不知道。对啊，我讲实话的啦，你要对会煮啦，要会找对师傅接触这些东西，因为现在都是这样，要不然就人烟香水。以前哪里这样多香水？以前都是人缘油，他们用弯料那些去制作，现在都是香水。好。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带佛牌，我不懂有很像喷香水这种。刚才豪哥给我们是那个是有一个人缘油，对，人缘油。那个是那曼万改的不一样，那个是那个阿张棍师傅找了，就花了3万多块的泰铢去买那些材料，这所谓的材料就是弯料是植物，拿去冻煮，煮到就是他们会用那曼芽，也就是白芝麻油去煮，然后还有掺一些香料的，然后煮出来它就有香气。对，让它煮出来念经，在一边煮边煮边念经。一边煮一边念经。对，不会像现在很多师傅在做，就是做什么香水啦、sticker 粘那些啊，然后放一支福管，咚，你就可以卖了，乱七八糟的。那么 OK， 那么佛牌呢？你应该买很多。我没有，我要澄清一下，我没有买这种东西哦。如果你给我们解释了这些香水是怎样制作的，对吗？那么佛牌，全部佛牌都是有什么特别的材料，还是念经的过程吗？真正佛牌对于我个人来讲要经过光爽，真正的加持。什么是光爽？光爽就是他们会称 Tep 光爽，就是他们要做大法会。你可以看到他们准备很多水果、很多贡品，然后瀑布，然后他们会听过他们布什么的，就是好像有拜过的。对，他们拿一个锣外面吹布。OK。那个叫他们称 Tep 就是请天神下来，那个称之为叫光爽。你看前面可以摆很多贡品那种就加持生物，那种是比较标准。对，而且这样这些会不会很难得？应该说。如果一般商业的师傅他不会这样子做，但寺庙开光加持必须要这样子做。你这边有什么？你现在讲的这个牌吗？可以给我们看？基本上都会有，基本上都会有，基本上都有。只是说看他们怎样去加持。就像阿张空德他就没有那么的夸张，他主要就是他的法脉主要就是量窟，也就是说他加持完了，他们叫能量点满了然后他们就会量窟。量窟的意思就是买贡品给就是这些吃，给他吃完过后再出去贩售，就是给信众共行的意思啦。对啊，寺庙的基本上都会出的数量比较多，因为玩牌佛牌是这样，有些的牌真的是求一个平安，但有些牌它是可以保值。对。你有保值的吗？这里？有啦。我们可不可以给观众看一下？也还好，就是身上这个也算是龙坡坤的，就是2519的。对啊，这个有些人在卖这几万块泰铢，有些在卖10多万，甚至20多万都有，就是看品相，它是要看品相，就是漂亮不漂亮。这么贵？对，算还好啦，还有最贵的就是龙婆门。龙婆门是差不多80万泰铢吧，我买的时候，算还好啦，还有1000万的人家。对啊，有些泰国收藏家他们有些就开价1000万的在等你收的。哇！你有本事来，我就有本事1000万给你。你有那个牌吗？要真品。所以为什么泰国佛牌有真品跟复制品，就是这样，要会玩。那你怎么就是看得出的吗？就是这个就是要缴学费。缴学费你懂吗？缴学费要给钱？不是给我钱，不是，也就是去被人家骗过了，你才会演。要打麻将这样，你不会刚开始要给学费。那我就想问是你的是佛牌还是护身符对吗？有很多不同种的对吗？就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种，就好像通常人家是有一个是平安的是吗？平安基本上讲，所有佛牌统称都可以平安。我讲实话 ，OK， 所有那简单就是说，泰国佛牌就是佛牌，帕坑就是佛牌，坑狼就是灌篮生物，灌篮生物就是你们看到的福管类的。福管类。打鼓。对。什么是打鼓？打鼓就一只福管，你往那边找一下吧。
就是打滚，就是一只的。你不是有一只哦，沙丁鱼？它有啊，就是福管就是一只，它是铜片，然后写经文转圈起来。哦，你还真的不懂哎。哦，我不懂哎。OK， 我还真的不懂，对。对，这种叫福管。这些是。这叫福管。哦。这叫打滚福管。哦，我好像看过人家有戴。这种我们称之为灌篮神物啊，这种手镯也是叫灌篮神物。哦。这种也叫灌篮。这些是就是饰品，那还保护是什么的吗？泰国甘来科摩基本是招财。招财啊，打滚的话，你就看它是什么法脉的东西，就是什么师傅什么法脉这样啊。有时候像这个是打鼓沙灵英，沙灵英这支福管你要求偏财的。哦，这个是求偏财。求偏财。但我没在卖。你没有在卖的哦，所以你不卖偏财的。卖完了。哦，这个没有。我也没有卖偏财的东西。哇，这个很 popular， 很受欢迎。你要好吗？它这个整支泡在白酒里面的，或者 whisky。哦，为什么 ？whisky。对。还要吃凉窟啊，这就是凉窟，就是要供奉它。哦，原来是放了进，就是你要给他许愿嘛，许愿在身上，你成愿了的话，你就要斟在里面白酒。那自己在家也要？没有，他自己会稀释，他自己会稀释啦。就是你拿着杯，sorry，拿个杯然后放进去。他觉得喝了更有效，我以为是喝了更有效。我喝了，连我又带了。基本上就是说，做生意的人就会跟他求。哦，就是希望我给他喝的，就是希望这个月业绩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这样，然后就凉窟这样。所以这样每天在家可以也就有些人很诚心的，他每天放啊。很多诚心的每天放。说这个不是带的，它可以带啊，但是基本上这个款式大果沙灵是不建议包壳，就是来蒸酒啊，你包了壳它吸收不到。哦 ，OK。你把它包着放水，它这样子放就好，然后放宝贝就好。就好的就可以了，不要不见就好。很多东西玩的泰国的。哇，对，你看我身上这个也是，这个是要酒。这个是什么的？这个是二师傅的纯银做器皿补松。这是保护什么的呢？这个是等一下，那个麦弄到什么？这是补松。其实我也是不懂，补送天神。这是算地的天神，然后还有一个是天的这个是要拿 whisky 叠在手，然后喂它喝。所以这个设计是这样子，我可以懂吗？可以啊，对。它是要拿白酒点它 whisky。这个就每天给他喝这样。这个牌这里，这个和这个acrylic 这边有一个洞，所以就是每天你手指 dip whisky， 对 ，and then feed。对。这样子算羊吗？还是供养？供养，良苦一样，对啊。供养，因为生意很好啊。所以这个是 for business 做生意的。我带的很好。我花了100万泰铢去收。我帮你们问 ，OK， 豪哥，你这个有卖吗？花了100万去慢慢收的，这个没有卖。没有，不过你还有其他这样的。有红铜有，因为这个只有7个不了。全世界只做7个，当初师傅只做7个。这个你这是因为这是没有，不是我花了100万去慢慢把它收回来其他材质，因为它有纳瓦就是9宝铜，然后有红铜，有黄铜，然后有阿巴嘎就是细材质钙黄铜。哇，很多真的很多不同，我都收齐了。所以你就是要收，因为我带的好，我就在找来收藏啊。我的神台每天在供的，我的客人也带的很好。只要你相信，生意业绩慢慢蒸蒸日上，你不用怕。真的要相信，对。哇 ，OK， 我们那边还有多一点，这些。这个都可以给你看，来。这个是叫鹿狗，也就是老虎的胎死腹中的孩子。是，我要看，老虎的 baby， 就是它是生下来就是在妈妈肚子死去的，然后流出来的。所以这是骨，对，但这我看一下，这个是蛇鳃算是小的，它不是大虎，不是在我们看到的大一个，它就另外一种蛇鳃，就是有一点点的另外一种虎，豹虎。这个戴了是什么？这个有什么用？这个佩戴？这个是他们泰国是求财。求财？money 啊，你那个马票。为什么老虎？为什么？对，求财生意也是帮助到马哈姆那。挡煞也是有。对这个就是大虎的，它的尸体不对，这是它胎盘。什么是胎盘？
胎盘就是 baby 出来有一层膜，那层膜，哦，也是有用。这是什么动物？一样是虎，但是它是老虎的。baby 生出来就有一层膜，那一层膜啊，这只是膜而已，我叫胎盘。胎盘 ，OK。为什么有筋的？对，那一层膜，对。有筋师傅做加持，这个就好像你们讲鹰牌，它要帮skun带帮skun，这个叫鹰牌。没有，就是你们就所有动物也好，人也好，在泰国你必须要经过和尚会的帮skun带帮skun格，是必须要和尚，他才可以做这个法事，就是它净化，还才可以使用。那我们在使用不是它的灵，我们在使用是它的力，也就是它的能量。所以对我们做事才会慢慢越来越顺这样子。明白。所以我要再确认一下，所以这整个就是完整的一个 baby 老虎的遗体。对，因为它出来就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晒干。哇，这个就是因为是这个在马来西亚可以了，你在泰国的在泰国算是不好，但是真的是犯法。在哪里是犯法？犯法？为什么？不是泰国制造的吗？抓了，犯法了，哪里都犯法了。不过为什么？因为不是人啊，不是。没有，可能是因为是动物保护动物。可是不是在台湾也是一样的。保护动物，可是这个是生下来就这样子，不是说他们去杀。因为这是他们泰国那边那些在养虎，他们有证的在养虎，有准证的在养虎的，然后就死了，他们拿出来贩售。对，他不是特地去射杀的，不是特地去射杀的。不过还是不要允许这样的事。这是哪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但是我们因为相信这个东西，所以我才说泰国就是很多灰色地带，对，灰色地带就是这样子。甚至你们玩的一些骨头啊，他们就是在乱葬岗，因为基本上寺庙啊，是他们玩的鹰牌，大家玩的鹰牌就是一些骨头啊。对不对？鹰牌就是好像人的肝骨，就是你的骨。人呢，还是动物的？就是因为以前过世的，对吗？不算动物，鹰牌就是他们讲人，他们用人的骨头来去做成牌。人的骨头，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来给你看，就这个，就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人的那个头盖骨。哪里？哪一个？这边。哪一个是？这个就是这样子，是这样子，这是骨，就是那边后脑，这是这整片这个，对，他们就写这是女灵的，对，然后后面是女灵，一个女生的骨，一定要女生？没有，这是那个阿詹做的，他是讲一个女生的骨。怎样采取这个？他们是基本上这阿詹灵他是会去找一些就是比较能量比较好的来去做，但是他们这些也是要经过和尚。如果这一些东西你没有经过和尚去做正确的处理方式，你带了你就被反噬。被反噬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东西你就会很惨很衰，甚至遇到什么事情，对，甚至会弄到疯掉也是会有可能这种。那这个叫鹰牌，所以鹰牌不是说他们不好啦，没有说不好，不代表不好，对，只是看你怎么去玩。那基本上很多人就认为他有灵在里面，他已经没有，他只是用他的力，也就是他的能量来去帮助我们。对，这师傅特别课程就是一个阴库嘛，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那这个通常是什么人会要带这个？喜欢玩鹰牌的人他们比较会玩的，因为有些人觉得在家里供求偏财。不过这个带了有什么？这个也是求偏财的。我不知道我没有在带，我没有不喜欢，但我也没有很排斥。所以只是收藏。教学啊，买来教学，我也是喜欢来讲。对，因为有些人觉得很可怕，我不觉得很可怕。有些人他体质比较敏感，他就说：“哎呀，拿到头晕了。”真的？那叫敏感。体质敏感的人会不会心理作用？不好说啦，因为有些就真的会，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子。因为我也遇过啊，来我店，他跟我讲，老板，你的市面上跟我讲话讲什么鬼？我的卖酱酒，大家还跟我讲话讲什么？我卖酱酒我都没有感觉过。我们信奉，所以我才说信仰是信仰，你不要把它迷成这样。你太迷，你连你的生活都做不好了。对，神要拜，但是不是叫你拜到整个人跑进去。对，最重要是泰国的佛教传承很简单，他们顺着续下来就是孝顺家中的父母长辈，再来神佛，
然后再来就是古巴阿赞，也就是说现在的阿赞或者是龙婆还没有死的那一种，对，他们是有顺序的，对，但家人最重要。对啊，家人重要，拜神可以不拜，对不对？师傅可以不拜，父母不可以不拜，你信吗？对，我信。你帮过你父母洗脚吗？洗澡。你知道我的人生一直做不起来，你知道我就后面想想，一样东西没有做，因为我相信这个东西的嘛，太佛传的。我去帮我妈妈洗脚，我亲妈妈，帮妈妈洗脚，亲自拿一盆水干净的帮妈妈送脚，放在水里面洗，洗了擦干，然后买花献给父母，然后跪3拜，然后拿妈妈的脚掌，我放在我的头上，然后心想着跟妈妈道歉，就是在外面做过什么错的事情，因为以前真的跟妈妈很不礼貌，以前真的我被妈妈抓去关过来，也就是抓感化院这样子。就是关1个月这样，就以前的坏蛋，然后就跟妈妈道歉，真心道歉。道歉过后，我那时候事业就开始起步了，你相信吗？在泰国他们每一年泼水节都会做这个动作。你如果真的很惨很衰，你去试看这个方式，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我讲真的，有愧于父母。我们做错这些嘛，我们做很多不对的事情给父母，那我们才会这样子。如果你相信，你可以去做看看。我也是叫我朋友去做啊。你要诚心的去做，不是因为我要活血我才去做，那你一定完蛋。你要诚心的去做，那个心态啦。对，因为有些人觉得，我跟你讲，还重要的是跟妈妈的那个洗脚水洗完了，你要拿去厕所，不是喝啦，不然搅那个食物。不，拿去厕所从头冲到脚。那个肮脏水就是直接冲下去。那有些人觉得很恶心。你也是从你妈妈那里出来的，你自己要懂这些东西，所以这也是一个教学。我讲真的，所以我也是听从，就是去接触这些泰国的才懂，他们这些的礼数礼仪，我们懂了，对我们，我觉得对我有帮助了，不然我以前真的什么都没有，我真的是两手空空，短裤衣服就这样子去台湾发展了，就做到今天这样子。那我可以问，就是龙婆跟那个什么阿赞白衣的吧？龙婆跟阿赞他们做的牌呀，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龙应该这样说，泰国有龙婆，阿赞就是白衣或者黑衣或者是猪肝红颜色的，你们看到的那些是可以结婚的，可以生孩子，可以生孩子。那龙婆就是袈裟的，或者是北部称为叫古巴，那种是不可以结婚的，是不可以碰触女生的，是连 touch 到都不行的。对。真正来讲是不行的。对，那个是和尚，他是不能碰到女生，也不能结婚，就等于是和尚。对除非他去还俗。泰国有没有和尚说就出家了，然后去还俗？有。还俗完去结婚，生了孩子，还有再去出家。有对吗？有。所以他可以现在很多都这样。你现在很多和尚，我讲真的，有些甚至你坐牢坐出来，你没地方去家里去出家。就出家一定有人养你，不会饿死的，不用工作。所以现在这个因为有钱，但是也是有人因为这样子以前做的坏事，然后去出家，然后去改了。就是每个人不一样，这时候要看了。所以我们泰国和尚，我们叫做看他出家的盘沙，盘沙也就是说他出家1年就算一个盘沙。OK。对，就是现在目前泰国就是就靠盘沙，每年泰国都会闭关3个月。3个月90天，就3个月90天就不能出庙。你是佛哪一间庙，你就要去哪一间庙；你是哪一间庙，你就回你的庙。那3个月是在庙不能出去的。对，就是闭关念经。对，但是就是也是在庙活动啦，但是你不会去外面啦。OK。你可以去，就是7天里面一定要回来。而且是要早出，不可以晚归。你如果出去，你的7天，你早出，你不会晚回去，很多规矩。泰国真的太多规矩。只是说有没有人去跟着这些规矩去做，还是有啦，对啦。他们那些佛牌是不一样的吗？等一下，他有一点。我可以 pass 你。我不敢乱放。没什么啦，我都这样放住。对，那他们做的佛牌是有不一样的。基本上和尚通常以泰佛传承为主，也就是说你们所知道的成功佛啦、所通佛啦这些佛像，或者是水财神啊、乌巴库这些那阿赞他就比较属于就是像解降啦、法术，你们简单讲叫法术，就法脉传承，
但和尚也是有法脉传承的哦。和尚也会因为你看这位是和尚都去跟他洗法，我这位和阿张空德，和尚都要去跟他洗法，你相信？哇，对，因为有些泰国就是这样，他有 Sasana Put 跟 Sayasa， 因为有些和尚他们就要去学，因为有些法脉他是学来医病，对，以前很传统古法就是专门在医病，就是治疗，甚至是运势，所以和尚他们也会用到。但是泰北的就比较专注在佛教的，泰北就是修打坐，两根那种有些东北就不一样，东北会比较精通在就是学习法门，学这种和尚也是有异性法门的，想想异性法和尚也是有也是懂得异性法脉，异性法脉就是说帮你就是找到另外一半好姻缘啦，那种感情和啊这些，你看现在好姻缘。哎呀，等一下你介绍他自己，这样我要去找一下。对，因为他们去学这些东西，就是不要让它去流失，因为在泰国以前几百年来本来就有了，因为医疗不发达嘛，因为很多这种就是有在和尚专门在做药师的也是，因为泰国也是有那种专门在学的，学医术的，有。所以我也可以就是说，阿詹跟龙婆是差不多一样，只是他们的身份不一样。身份不一样，对，但是，对了，有些现在比较乱啦，现在应该说现在的市场跟以前不一样，因为现在以前的阿詹比较少，现在就是阿詹好做，然后每个都是去做阿詹，因为泰国打工一个月没有到3万，但是你出国一次，可能你运气好可以30万。你就做师傅啊，因为纹身那些，对，看人啊，看人。对我来说，就是大家在接触这个时候，就是要多去谨慎挑选，而不是去乱挑选。因为如果遇到不好的话，就完蛋。我也遇过啊，就是看命啊，10个号码，10个 lucky number，12打6打掉你去买，那个就算师傅了，那个很乱了，对不对？对，我不接触，所以那时候25岁，我有开过，我就马上收掉，不动。你说这些是给你号码，因为像我们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最喜欢就是去找阿詹来给4个字阿詹来给4个字，像我们去 lock 号码给他们觉得阿詹 lucky 啊，我觉得这种又有点对你们接触，对你们在消费你们就 OK 了，但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泰佛传承这个懂泰国的佛教很多东西可以让大家懂更多，你运势好，你做什么都顺啊，我觉得，对，你也亏后你做什么都好。对，这是我觉得运势的问题比较重要。对，运势啊，信仰，但是不是去沉迷。这样来，你刚刚给我们看了那么多佛牌，对不对？就是我相信没有不好的佛牌，对不对？没有不好，对，可是我知道有一些，很像刚才你给我们看的都是可能用 whisky 供养，然后我也有听过要用血供，对，那种是做什么的？血供嘛，血供在泰国来讲，他们是阴的，他们在玩阴牌，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供到这样夸张了。就像老虎，像对了，捕照虎头卢氏，你们应该懂，虎头卢氏也捕照生命牌就是上面有一组了，就是虎头的脸，然后他是一个人修行的。OK， 在泰国我也看过，就是他们供生肉，就是生的牛肉，血淋淋这样子拿去供。生的什么？生的牛肉，生的牛肉，供生的牛肉，对，供给虎头卢氏，就是不过只是摆在那边，就摆在那边还愿咯。但是那种要对比较强的师傅，如果我们自己家中我们供，我们不懂会不好了，我觉得。来，你有听过？我也去问过师傅，会反噬不好。你有听过什么反效果的吗？还是？反效果以外，我的客人就是一夜之间就输了300多万。他拜了这样久，他不懂他拜的东西下面有那些骨料。我讲了嘛，就是骨料，如果你处理不当的话，你就会弄到这样子的事情，一夜之间就差下来，一晚上输300多万，什么都没有。前面看他还很开心啊，股票玩都赚钱，一下子就。那么这样子的，他会回来找你，然后问你他要怎么化解？有跟他讲啊，都会大致上都会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有时候运不好，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是玩的时候贪。就像我们带牌，你讲他是偏财，可是如果他给你赢了，你不走，那输的是谁？是你自己啊，那没有关系的，我觉得。就是心态啦。对。即使你要求这些牌，你就不要
太贪心，对，你不要贪心，你不要有那个执念，哇，你一定要赢很多钱，对，这种心态，对，赢了你就要懂得闪，对，赢了就要懂得闪。你讲血供有听过啦，血供甚至以前小时候听了嘛，用女生的月经布来去供，呀，这个，所以他赢嘛，这个算不好的嘛。基本上后面到我了解，按是不需要到这个程度，只是有些讲不是说不好，只是不需要，没有必要啊。啊，没必要。不过做这些的算是养小鬼嘛，养小鬼吧，类似嘛，类似。我讲真的，我没有说不相信，但是我相信是有的，但是我不会去沉迷在这一块。按你在生活，你去想那些干嘛？你又不是要去做师傅，你去抓这些干嘛？因为很多人觉得养小鬼很厉害，可是对，通常都是做生意的，对吗？很简单啦，就像他们在市场在玩的古曼童娃娃，一个娃娃的有没有？塑胶的啊，那个都不是古曼童啊，他们把它当成古曼童在养。拉布布啊，拉布布也可以啊，对不对？拉布布也可以，在台湾也在拉布布这边，对吧？对，对啊，娃娃都变成神明了这样玩，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有点 over 了啦。对，甚至有些人这上次那种娃娃的，越南他们玩最凶，就是还带去梳头发啊，还跟他 make up 一下，哇老的，还换衣服一下。你的父母在家里，你去给他换过衣服吗？对啊，你还甚至看过去外面开巴蒂的，哇，那多人一整千的娃娃全部在那边供养他们，东西放住，他吃什么问题？他会吃吧？很恐怖的吧？很恐怖，甚至还推着娃娃 baby chair， 然后推进你，娃娃来的，不是人来的，我不是 baby 我，你看吗？有点爽的我。OK， 那我问你有没有就是你没有听过，还是有什么故事，就是有反效果的这些？反效果那是怎么说？就是有没有遇过到供应的不好啊？我跟你讲啊，恐怖吗？我倒觉得我觉得鹰牌供不好，或者找的不好，你就有钱的好的生活变成没有钱。我在新加坡做的时候，我今天在新加坡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新加坡朋友，他很喜欢供鹰牌。我跟你讲那个。我找机会联系给你去看房子，厉害哦！他一进去下面，他身材小不了，然后你进去房间，他跟那些鹰牌睡觉了，睡在同一间房间。很多吗？超级多，他就打开全部都是他的橱柜，都是那些鹰牌。不过这是他的他讲喜欢啊，因为他觉得他在供这个东西是在回向，但是我了解，就是觉得是一个温啊。他在供养他，觉得他是一个福报，但是对我来讲就是 over 的，就是过位的，过位到你看后面也听到朋友说欠 credit card， 买这些买到欠 credit card干嘛？对不对？这样子完全破财哦，对啊，你不是所以我讲嘛，你们求佛牌不是为了让你赚钱，不是让你人缘变好，你现在变成就是你去欠 credit card， 然后每个月在那边赔北门笑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想着。我买这些牌就可以保，哇，我可以赢很多钱。可是你们的就是观念就不一样了，就不对了。因为即使你有这些佛牌还是护身符这些牌，你也是要自己去努力才可以赚到钱的。你不可以就是相信我有这个我就可以赚到钱，那理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当下就是供，他觉得我越供越多，我很容易中马票。对，也是这些是，结果还没中就已经破财，这边那个地了，越来越大洞，对，很多都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么有没有很像买来辟邪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他们会觉得心里很不安啊，然后有东西跟着他们，然后买来辟邪。这种像这种状况，上一趟我回来也是有2位越南人来看，他说睡觉人家扯他的脚。什么睡觉，然后人家扯他的脚，还有去推他。在越南的时候，他在马来西亚，他在新山。他住的地方，他住的 hotel 那边有人去一直教他推他这样子。他们来找你，找师傅刚好师傅来解决看运程但是那个女的看了过后，不是遇到这个是他的赵根那边，就是他的冤亲债主，祖父祖母，祖父，因为他阿公刚好就问了才知道是他阿公。他阿公扯他的脚。不就是应该说是他祖先来去要跟他提示什么？因为他好像有一些问题，就是回去越南，然后又回来的时候他的 permit visa 出问题吧。然后家里要叫他回去看什么这样。对，我担心他，因为
她怎么样？那个女生呢，她就是玩药玩太多，也不是说玩，就是说也不是说玩药，就是她很容易被一些越南的朋友姐姐洗去哦，来啊，我试新东西试啊，然后师傅也特别警惕，你不好开玩笑，你再玩下去，你如果再去参朋友这样子乱玩，你会疯掉。他师傅讲他每个都中啊，每一样都中啊，他都讲对啊，他耳朵软，他喜欢参朋友，然后乱花钱，然后又乱去试东西，现在就毒品赛越来越进化了，美国做的，对啊，就搞到这种啊。就是你这边的师傅啊，我基本上师傅，因为我每次回来都带师傅来看运程啊，因为我觉得看运程对我来讲，我真的很重要，可以给我避开很多事情。真的可以给我避开很多事情。你看，你要听，你要信，我没有叫你迷，但是起码你在你的流年运势这个过程中，你什么需要去注意？因为有些师傅可以看到你身边会有什么样的人出现，你要注意，或者是你今年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今年你应该往什么方向去走。每一个师傅学来的看运程都不同。刚才你有跟我分享到一个降头的故事，你可以再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吗？就是上次就是这个一对夫妻啦，他就是从看到我新加坡的平台，然后他从新山带他的太太到新加坡去找我，那时候我还在新加坡，在布隆那边，然后他就是说中了降头，看有师傅有没有办法去解。那他给我看的 video 就是说，他太太当初是找那种道教的去处理，也就是说五个大人成年人都压制不住他太太，然后也解不了这个东西，一直来。他是很疯狂的吗？还是就很疯狂，一直很抓不住、压不住的那种，就是躺在地上乱。这是中邪嘛？他有些人讲中邪，但有些人讲是中降头吧。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弄到不懂犯到什么，就是可能祖坟的关系吧，可能。因为中降头，他也算正，他好的时候正常的呢。但是他在给师傅弄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当初一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一个40多又不像，只是他动作好像老太婆这样子，就很慢，就很整个人很 slow 掉，不懂你在讲什么。后面就师傅冲化疗就慢慢有好起来了。那时候在新加坡解了过后，其实在泰国他们解降主要就是以冲化水为主，也就是说师傅学来的，然后去帮他诵经解清或者给他封掉。对，或者给他带走掉，因为他没办法马上抽。有些中降头或者有些人觉得中降头，但是有些是冤亲债主，他没办法马上抽出来。你马上把他抽出来的话，会死的嘞。会死的，他会很辛苦。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就降头解降的东西，有时候看状况，你一下把它抽出来，他会很辛苦。因为在泰国也看过这样子的。还有一次就是我回来新山店的时候，那个是一对兄弟，然后他哥哥以前是一个家私店老板。家私店老板。对，他是就是做木工的啦，然后原本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有钱，生活很自在的，然后认识的越南的，然后又不懂怎样教他，就是佛牌不要带啦什么啦，他就把整包佛牌包都往大海里面抛出去。对，然后那时候我见到那个当事人，他是完全没办法讲话的，他想讲话，他是就是讲不出来。所以他是他的女朋友。就是他越南女朋友，对，叫他把佛牌丢掉，对，他就整包就包往大海抛出去。我是听他弟弟讲，因为他是弟弟，对，抛海就是没有处理好。因为我们也讲真的不懂牌里面那包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有些东西如果是阴牌或者是佛牌，或者讲真的佛牌对我来讲是不会讲，但如果是阴牌处理不当的话，对，但是他是说那个越南的下他降头。下降头在佛牌里面，所以带那个佛牌的人下降头给那个他的哥哥，因为他哥哥完全就是没办法讲话。OK， 他原本是正常的，原本是很正常的，然后是没办法讲话，而且他说他吃饭就好像在吃头发这样。吃头发？吃头发的感觉，就是白米饭吃的是吃头发的感觉，他是这样子陈述。然后我是当初见到他，后面师傅就用针帮他纹这边脚后面纹了好几针经文，2只脚，对，纹两只脚，纹完过后再给他冲化水净化。因为他也是花了很多钱去给一些道教，然后一直做。因为他前面来也是问我们，解降要多少钱？我讲解降干嘛要钱？解降看状况嘛，那是红包水洗，我们没有收钱的，我不收钱的，因为这种东西是你帮到人就是一个福报。
我觉得是福报。因为如果会的师傅他会解，但在泰国通常都是冲化水，因为他讲他来，他说问，要收费多少？我说怎样收费？没有收费的，因为真的是重的话，我根本不会收费。就是看状况怎么去处理，能帮就帮了。把中降头来讲，就是有我看到最恐怖的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自己掐自己，自己什么？自己掐自己。他就是那个，然后成功嘛？我们在现场我们抓，我们在现场抓，可是我们抓那个女生的力量真的，我们要2、3个才抓得住。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会自己想要掐自己？那个是冤亲债主，因为给师傅看了，然后曾经师傅把他封掉，然后又来，那个严重那个是在有一次疫情的时候，因为我还在台湾也回不来，那时候疫情全部每个国家都不能出然后突然间我这个朋友他突然间就是在他的店自己突然间他太太是突然间整个风压起来，完全控制不住那种。对，后面才请师傅看怎么念经啊，然后弄那个圣水给他慢慢冷静下来，过后到了开放的时候才带他去解决。当下的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我都给他吓到，我女朋友也给他吓到，因为他突然间冲一下就整个人压起来，他而且是手指是僵硬的那一种，他是整个僵硬的。是僵硬，我现在还弄不到他那个感觉，他是整个看起来很硬、很恐怖了。所以他的力量是比普通女生对，甚至男生的力量更大。那时候3个，就是她老公还有我跟我女朋友，然后他压起来的时候，我女朋友就拿那个台湾有妈座嘛，他就拿妈座的护身符一拆下来要放在他的眼睛，就很大力的瞪着我女朋友，然后我们马上逃下去，他就撑下来，他就整个倒下来，整个放软掉，整个人都软掉。那这样子算解掉吗？不算，没有啊，因为那个后面有问过师傅，是没办法马上给他抽出来，抽不出来，因为那个是冤亲债主，就是祖父祖母的问题，可能祖坟啊，可能以前做了祖先做了什么东西，还是很像来讨的，我们讲来讨，没有拜祖先这种算吗？对啊，其实讲真，祖先也要拜的，很重要的。我觉得祖先真的很重要，不管你拜什么神都好，祖先一定要拜。很多人就是没有。对，因为这种东西家庭事嘛，我们真的根本不懂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跟大家分享，有看过这样子，然后还曾经说，我要杀掉你这样子，那感觉哇，很恐怖的。是那个女的吗？我那时候没得去那里，我就只能念经，帮他师傅教我，就念经念出来，然后给他要去跟他破下来，给他下来，可以捞下来了，因为他是时不时上来，那时候很严重。然后他就眼睛瞪住我，要杀死你。他是真的，他是要打你吗？还是要掐你啊？他会掐死你？他是讲要杀死我，要给我死这样的意思。他是瞪着你跟你讲，瞪着讲，瞪着讲，对，这样很恐怖哎。所以当下有一点恐怖，但是没办法，我们还是得解决啊，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对。那我要知道就是因为带佛牌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不可以带着佛牌做，就很像不可以行房。对。那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去带着佛牌，然后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基本上如果你是说带着佛牌行房，这是绝对是不行的。但如果你说你讲的这样子的方式，应该是说佛牌的禁忌。OK。也就是说，有些佛牌，也就像空德师傅的他太佛传承的那个九面富贵佛，他佩戴在身上，你是不能去喝酒，不能去 pub 喝酒，不能 drink， 对。OK。对那有些佛牌带的就是不可以吃杨桃。对，因为他们觉得杨桃的种子就是女神的私密处那个。杨桃对，就是它杨桃的种子就是女生的私密处那一颗东西这样子。那你有些人是2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佛祖的心脏，对，2种泰国2种讲法。OK。那有没有就是好像哪一种牌，就是说好像求平安啊，还是求财啊？他们不可以，他们带这牌的时候不可以去做什么？求财的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禁忌的。只是说你要怎么去供养它，因为很多人接触佛牌接触很久，甚至接触比我还要久20-30年，可是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用这个牌。OK。因为佛牌真讲，我们要请愿或者我们要还愿，我们要准备砍哈，砍哈也就是10支香、10支蜡烛、10朵花，把你的佛牌放上去，然后请愿或者是还愿。那是怎么就是知道我带了这个佛牌不可以做哪一件事情？基本上是还好，因为
你讲基本一般的，通常什么事都可以做，就禁忌就是有些法脉的，它有些像戒指或者手镯，它是不能进厕所，你要脱掉才可以进厕所。所以就是很像，比如说你有说有些佛牌带着不可以喝酒，人就好像有些也是带着不可以进厕所，然后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有忘记了，但他们有没有跟你讲，哇，突然间很像睡一觉起来，全部东西印成全部变掉，因为他们不小心。那个我就讲嘛，就叫冲花水拖泥伞，拖泥伞。所以你有听过这样来，他们就是不小心，他们就来找你啦，就问你。有客人来我豪哥怎么办？什么事？我昨天带着佛牌新房我又没叫他带，对不对？哎呀，那怎么办？那你要跟他讲说什么？冲花水啊。哦。请师傅净化，冲花水。你就跟他们讲去哪里？对，基本上如果马上没有师傅的话，就把牌放在坎哈上面，请愿抱歉这样，但是诚心的。但是屡次再犯的话，那就没得救了，神都不保佑。那个神都不保佑了。对。你一直讲冲花水，然后我知道你刚才有讲到，就是有一些油，刚才你讲的那个老虎油，那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老虎油基本上是使用在马哈安那，就是说权威权力，就是说你做管理，主管你这些对这有帮助。如果做主管，他们会拿油来涂这边眉毛。对，或者是涂在手搓往后扫3下，那是帮助你看一个魁这样子一个气。可是你刚才讲臭啊？你刚才讲很臭了。对了，有些没有啦，有些他们会掺一些香料就不臭了真的是很臭的。如果真正的老虎油煮出来，你现在有可以给我们闻一下。我去拿啊。呀 ，OK。我不那个。这老虎。这是老虎的骨头跟肉。这个是香料的，不一样。这个是香料的，这是人间油，就不臭的。我闻到了，很凶你看啊，我的鼻子很敏感，没事。你闻过它？闻了。这个蛮香的嘞，这好像有花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有臭吗？没有臭啦吧？倒点说。OK，来，没有臭吧？不香啊。这个怎样的？那么多。你说。其实多，有吧？来，我一个是买黑的。哪啥粉的？这是什么油？虎油。什么虎油？这老虎的大骨头跟肉煮出来的。连这个我没有啦，你没有，我不要浪费，我现在要做吗？不可以来洗掉就好了啦。我要闻，大概还要闻那个，我不要倒，我要这样闻。这个还好，还有一个老虎的私密处更臭，那个没办法。私密处就是老虎公虎的私密处和它的蛋一起煮出来的那个，哇，那个超级臭。那个煮来做什么啊？那个什么效果？来用呢？他们做师傅做。我这样闻我就闻到你去洗手先嘛。它的为什么意思？不是你们现在觉得我很不香？对啊，那个味道很不算臭，可是就很闷的味道。对，你一闻你就那个味道。所以这个人在用来干什么？基本上像梳3下，可以。因为如果你找阿赞加持，你身上有闻老虎，阿赞也会用这个。但是他们有些是掺这种香料，它就不会这样臭。但是我这个是纯的。那个香的蛮香对啊，因为那个香它是里面那个叫。它有加花吗？还是什么？没有，里面弯料，然后还有烤龙，烤龙就是一种植物，它一公一母，一个白一个黄一个黑，它碰到的时候它会吸起来。它会吸起来。那个叫烤龙，对，还有香料，这个很香，代表香啊。是吗？我闻你的手，是这个真的很香。真的很臭。不是臭，它没有臭就也没有香，但这个味道就很闷的那种味道，你闻到你就我找不到那个。所以这些都是有加持过的。有，基本上泰国师傅他们在制作佛牌都会用这个。如果你在做虎牌、粉牌，他们都会倒这种掺在里面，因为这种就是它的力它的能量去用，它会增强那个。你说是要这样子吗？一点点擦，对，有些人在擦纹身这样。不要浪费，洗掉了，这样子的。但是你这种洗掉，我也是觉得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没关系啦，等一下我送你就好了，这个，那我送你拿回去玩，不要拿回去闻，拿回去玩了。对，因为
像这种我们如果相信的，他们会拿来涂在眉心或者这边点上去，因为帮助你管理，人家会 respect。哦，对，人家会 respect。好，因为有些人做生意的好。对，做管理啊，你管理你人家讲了会听啊。因为有些人讲话就是斯斯文文讲啊，听不听？对，那人用了之后他们会有用，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有纹身这个老虎这样子？对，还蛮好玩的啦。泰国灌篮生活，它法脉传承很好玩的。对，其实很多东西很新鲜，我完全没有听过的。就像是油这方面，我真的不知道有香水，还有加持过的油。还有盐巴的。什么？盐巴。盐巴可以煮菜。女生使用很经典的。还有一种是女生使用的，插在女生私密处去锁住你另外一半，而且你插的那盐巴在你的私密处里面5分钟去清洗掉，然后去行房，会吃住你另外一半。等一下，那个算降头吗？这个算降头吗？不算，那泰国真的在古法，在泰国就真的有，那小罐盐巴真的有。你有卖吗？我没有卖，我在台湾。在台湾，在台湾没有卖，你没有买？拿来看爽不了，但我朋友拿去试，真的是有用。女生的私密处真的变紧。那这个我们的节目出来，我们只要会找你的话，你会被带进来给他们。我没有啊，找师傅啊，那师傅有没有再把你带进来？哦，所以你们还是要 contact 好哥。因为有些就是女生嘛，因为感情另外一半就是老公一直完全乱找啊，他们就会找这些。泰国很多这种状况的，所以他们才会这种盐巴。那个盐巴是一个法脉的东西来的。哦。他就插在女生私密处，然后插了5分钟就插进去，然后5分钟洗掉它，然后再去行房，然后真的会变紧，那个洞女生的洞真的会变小。我朋友去试的。Oh my god！ 等一下，我可以问，就是你说那个洞会变小，变紧一点。哦，紧。你说会变紧，但是就怎么解释可以就 hold 住那个男的？就可以，因为他那个有加持的。因为它那个有一个法脉加持那个东西的，对，男生的也是有啊，男生一种黑色的植物油，然后插在龟头的，然后去行房。我在新加坡，男生是锁住那个女的啊。我给你讲爆料一个经典的，我在新加坡来纹身，你纹过？你看过了男生纹身纹龟头的吗？没有听过也是。我看我做这行的，我第一个开始，但是不是我纹的，在新加坡一个新加坡客户，他很喜欢玩这种异性法脉。哦，对，他很喜欢玩异性法脉，所以他玩了，他回去 test 巴浪，他讲 test 巴浪沟里嘛，他纹，他之前是纹该逼嘛，旁边还有纹蛋蛋，纹完蛋蛋他回去试，他说厉害，他回去行房了，他讲创了哇厉害那个女子，他讲很爽很黏，然后他又再来找我再来玩龟头了，我们是戴着手套的，我们戴手套，师傅也是戴着手套啊，就真插进去龟头的，真的插进去，不痛没？他不痛哦。为什么他很像走火入魔呀？这样子。没有，在泰国你要知道法脉传承真的有这个东西。对，女生也是有这纹的。我知道泰国很多这种东西，可是我没有听说过。呀，这个我也没有。再来啊，他纹完过后，师傅加持，他不是硬的状况下哦，他喷出来一点点，真的精子喷出来一点点，像我看现场因为我去帮忙抓。没办法，我们做事要专业嘛。师傅，我一定要帮忙抓。等一下，可能他的有问题了。不，他真的，他喜欢玩这些，在泰国真的有，也是有人在玩，真的有人在泰国东北很多人在玩这些，就是这个叫法脉传承，就是绑住另外嘛。所以为什么你看他们泰国说招出啊，甚至有些阿赞为什么他们会讲百妻阿赞？为什么100个老婆，几十个老婆？为什么？因为他们玩这些东西啊，这叫法脉传承，异性法脉。异性法脉，锁住另外一半啊。他不是花心，他是把他的爱分给更多的人。我是没有听说过这种，可是我是听说过，就是下降头，其实不算这种我们叫做是异性法脉。他所有下降头，我跟你们讲，就是他们讲的情降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也是去拿那些阴的东西来去，那个都是能量，他不是叫那个灵去抓它，不是。对，他们通常都是念，因为很多人找我做这个东西，浩哥你做情降法师嘛？为什么？他们在外面花了30万台币、50万台币、60万台币，甚至100多万台币，花了没有效。你花完钱你才来找我，我又没有钱给我了。
对，但他们就一直要追求回另外一半，通常有些就是情侣分手了，来一直花这些钱，因为他很爱他，可是有的时候你不珍惜，分手的时候你才来珍惜，那花那么多钱做了又没有效，因为很多人不懂，在做这个所谓你们大家知道的请将，他就是请众神姑妈瞻去帮你加持，给你感情好一点，但是未必会回来。你说离开了有没有做过回来？我做过回来，可是回来吵架那个是你的事了，因为性格的问题。哦，对，但是很多人就纠结在这边花了很多钱去所谓做在网络上找这些所谓的请将，真的花了很多。我有新加坡客人疯到去到巴丹、印度尼西亚玩这些巫术的。可是这些真的有效吗？就有用吗？异性法脉如果是夫妻的话，我觉得有用。但是缘分到了就是到了，没办法。对，真的。哇，厉害！真的，我只是想来听，想了解多一点泰国佛牌、护身符的东西。对，没想到会听到更厉害的东西。对，其实这些东西是一个做分享，但是就是没有必要程度，不用到那边。是 ，OK， Oh my god， 谢谢你。哇，我们今天真的是听到很多东西。不过你们我觉得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佛牌、护身符不可以乱买。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如果是没有处理好的，会有反效果。对，如果有什么不了解的话，actually就是你们会帮你们的顾客看运程了，然后跟他们佩戴，是这样吗？就介绍佩戴什么比较好这样子。所以你们可以来找泰蜜莉，找豪哥阿豪，对，然后他可以就是有效的介绍你们，跟你们说可以戴什么，佩戴什么，什么比较合适，对，比较合适你们自己。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圈子不一样，所以就我们会建议合适的这样子。对，所以这些有磁场关系的东西，对吗？真的不可以乱买，所以要找一些就是要去信任的人，还有信任的地方，才佩戴这些东西。重点就是不要的，就是要回寺庙了，不要乱丢不然真的会弄到很多事情。对，有什么不懂怎样处理的话，也可以来泰蜜莉问豪哥。OK， 还有最重要的是，你可以信，可是不要迷。对，不要迷。好，谢谢豪哥，谢谢收看0度空间，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拜。